为什么有些交易者注定能成功？我曾经整夜的思考这个问题。在交易生活中，谁都可以短线盈利，但是长期赚钱却很难，哪怕只是赚一点点。在股票期货和加密市场，我见过很多人一天赚50%，甚至翻了2到3倍，简单的如同过江之鲫。但能每月坚持赚10%的却很少，困难的如同9天揽月。我有幸见过一些成功的交易者，看到他们的资金曲线，在某一个时间段忽然开始拐头往上，终结不断回撤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发出如此巨大的改变？我思考了很久，总结出成功的交易者都有以下5个关键特质，以及我是如何设置自己的交易纪律。多看几遍，当你交易的时候，你会反复想起这些重要的纪律和提醒。快看看以下几点的占了几个，在下方留言告诉大帅。同时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。第一点，心态稳定。交易最难的地方就是你总会有成功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有过赚一波大钱或者几天暴赚的经历，最后反而因此一直迷恋过去不肯放弃。没有人可以靠运势在市场获胜，就算短时间赚了一笔，最后也一定会还回去。交易真正危险的时候就是大赚的时候，此时最考验交易者的心态，所以心态稳定是成功的交易者都具备的特质。在交易中，市场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，价格的涨跌总是带有不可预测的性质。对于一个成功的交易者来说，如何控制情绪，保持冷静的头脑是非常关键的。连续的成功和失败都容易摧毁心智，当成功时最容易放松警惕，加上此时有利润，往往会不按照自己原先的交易纪律，最后造成亏损。然而一旦亏损，又会有锚定效应，想赚回损失的钱，结果越急反而亏得越快，最后上头。如果做到心态稳定，我的方法是不要让自己的本金大幅回撤，通过设定每天的交易频率和回撤数值来保持。你可以参考我的设置，我的每天交易次数是5次，避免自己频繁开仓。同时如果连续错误3次，今天就休息不再交易。同时每天的资金回撤最大不能超过10%，且每笔交易在开始就设置好止盈止损，只要一旦下单，不主观修改和平仓，而是在下单前考虑好这一笔如果错了亏损多少，自己能否承受。第二点，严格的纪律性，这是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。成功的交易者通常都会设定明确的交易规则，并严格执行这些规则。就像大帅给大家分享的指标，很多里面有明确的止损位、止盈位以及买卖点位。你只需要在交易前就明确自己的盈利目标和风险承受限度，只有先考虑清楚这些，才不会在市场波动时轻易改变自己的交易计划，更不要因为某一时刻的价格波动而胡乱买卖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资金管理能力。资金管理是交易中最为基础但又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，许多人会忽视这一点，尤其是开超过承受能力的杠杆，结果因为仓位过重而一次就遭遇重大亏损。所以需要合理设置交易资金和杠杆比例，尤其是一些波动大的品种，不然就会出现方向看对了，但是最后确实亏损的。对于资金管理，我的方式是低仓位加高杠杆。假设我的资金是1万，那么我会开1000加5倍杠杆来交易。这样有2个好处，一方面我可以使用较大的资金交易来提高利润，另外如果我发现一些难得的机会或者信号，我还有资金可以随时参与其中。当然不同的品种杠杆比例会有不同，大多数情况都在3到5倍之间，除非是波动较小的品种才会提高杠杆。第三点，学习和不断提升自己的交易技术。即使你的交易经常盈利，也不要停止学习和自我提升。只有不断总结交易中的经验和教训，调整自己的策略，以适应市场的变化，才会持续盈利。华尔街的传奇投资者彼得林奇曾说过，如果你在市场中一成不变，那你就会被市场淘汰。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，不断改进自己的交易策略，并不断优化自己的交易计划，才能把成功留住。市场上有一个东西一直没变，那就是市场永远在不停的变化。光有以上的学习还不够，还需要灵活的调整自己的交易策略。市场不是一成不变的，
基本面、技术面和情绪都在不断变化。一个固定不变的交易策略往往无法在变化的市场中持续盈利。成功的交易者懂得如何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策略。有一个轮动是你必须要掌握的能力，那就是判断行情到底是在走震荡，还是在走单边。我觉得这一点在交易中尤其重要，因为它们直接对应了不同的买卖位置和止盈止损。而且极大多数新手在单边赚到的钱，都会在震荡的过程中亏回去。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区分震荡或者单边：一、布林通道窄幅震荡阶段，这是最常见的技术单边震荡状态。此种情况一定要注意，上轨是阻力位，下轨是支撑位。二、无消息时，如果你的股票、商品或者加密货币在此阶段没有任何消息，此时往往是震荡阶段。三、短期上涨或者下跌过猛，从而进入多空挣扎阶段。常见价格在布林通道上轨附近震荡，开始由开口阶段往收口阶段转变。当然还有别的方面的影响，但是主要是这3点一定要注意。第4点，通过正确的目标培养交易自信。如果一个人都不认可自己，那他决定做不好交易，因为市场只会让人更加怀疑自己。要想成功，首先需要设定正确的目标。如果要求一天翻1倍，那肯定会失败。我的建议是，对于交易新手来说，1个月能赚 2% 以上就是很不错的了。对于交易老手，1个月的目标则为 10% 左右。为什么这么设置？因为交易的信心是靠成功换来的，如果反复失败，就不会有信心。我特别喜欢庄子的操舟若神典故，出自庄子的达生篇。颜渊问孔子说，我曾经渡过伤身之渊，摆渡的船夫驾船的技巧实在神妙，操纵起船来轻松自如，犹如神助一样。颜渊于是好奇地问船夫，我可以学会驾船吗？船夫回答说，可以。那些善于游水的人，经过数次练习，很快就会驾船了。而那些善于潜水的人，即使平时没见过船，一旦见了船，很快就可以学会驾驶它。颜渊不理解船夫话中的意思，于是向孔子请教。孔子回答说，越是不害怕水的人，越能快速学会驾驶，因为他们熟悉水性，没有对水的恐惧，即使遇到危险，照样沉着冷静，内心丝毫不受影响，不被扰乱，就像一个赌徒。当他用瓦片当赌注的时候，心情一定轻松，坦然自若，赌起来心灵手巧格外技高，容易赢得赌局。可当赌注换成黄金时，就会变得犹豫不决，有了疑虑与顾惜，这时他就很容易输掉赌局。最后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了结论，凡外重者内拙，意思就是凡是对外物看得过重，思维必然迟钝，内心一定笨拙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交易设定纪律，设定止盈止损。当了解了自己的交易水平和所承担的风险，才可以轻松的做好交易，并且发挥自己的优势。如果杠杆开得太大或者损失过重，就会有沉重的心理负担，更容易受到短线的影响，导致本来能赚钱的交易最后也亏损了。如果杠杆或者持仓让你坐立难安，那它肯定是不合适的，需要及时调整。第5点，从成功交易者中汲取经验并应用到自己的交易中。我的经历是多学多练，不管是巴菲特的价值投资，还在杰西·利弗莫尔的技术交易，还是江恩等种种大佬，我看过很多书籍和战法。但我觉得最重要的，绝对不是照搬别人的方式，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，不同的品种影响也不同。交易的进步一定是学和练结合的过程。以我自身举例，刚开始我学江恩看的是如何预判价格，用江恩角度线、九方图等各种方式预判价格，我沉迷于此。后来应用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周期更重要，于是我再度江恩，学的是如何把握好多个周期的变化，以及新高新低等种种周期的意义。再后来，我觉得纪律更重要，我又开始学习他的24条交易规则。在我不同的时期，不同的资金体量，我学习和看的东西也不一样。但是只要我还在交易，我就会不停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内容要学习，最后我会从中提炼出最适合我的交易法则。
甚至很精通的指标和体系，我也会反复研究，重新理解，这就是我的方式。以上5条就是交易最重要的5个关键特质，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。反复思考，持续修炼，期待你的成功之路。最后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。